民族构成复杂的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科索沃就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内陆，面积1.1万平方公里。科索沃的历史悠久，据克罗地亚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斯迪帕切维奇考证，最早生活在科索沃地区的是伊利里亚人。阿尔巴尼亚人认为伊利里亚人是自己的直系祖先。阿尔巴尼亚人对科索沃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他们将科索沃视为本民族兴起的摇篮。如今，在巴尔干分布最广的南部斯拉夫人，则是在6世纪末因民族大迁徙来到此地。从6世纪末到7世纪初，大批斯拉夫移民从中东欧南下，越过多瑙河，到达巴尔干。他们修建城堡、教堂，开垦荒地，把从事放牧的伊利里人赶向丘陵、山地。南部斯拉夫人进入巴尔干时，当地正被鼎盛期的拜占庭帝国所统治。大部分南部斯拉夫人臣服于拜占庭，并皈依东正教；小部分臣服于西欧的天主教国家。在此过程中，南部斯拉夫人被划分为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和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9世纪，斯拉夫人中的塞尔维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尼迈亚王朝，而科索沃地区就位于尼迈亚王朝和拜占庭帝国的交汇处。为防范邻近的保加利亚人入侵，塞尔维亚选择臣服于拜占庭帝国。到13世纪，塞尔维亚人建立的尼迈亚王朝从拜占庭手中夺走了科索沃地区。科索沃后来逐渐成为尼迈亚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塞尔维亚人随后向南扩张，征服了居住在巴尔干西部沿海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获得了出海口。当时的地缘政治学认为，统治科索沃就统治了巴尔干。可见科索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塞尔维亚族此后将科索沃视为本民族的圣地。当时阿尔巴尼亚人住在阿尔巴尼亚的北部高山地带，他们与塞尔维亚人共同生活，并接受了塞尔维亚的语言和一些习俗。1346年，塞尔维亚国王斯蒂芬·杜尚建立塞尔维亚帝国，其首都就位于今科索沃境内的普里兹伦。作为东正教世界的一部分，塞尔维亚帝国全境原属于君士坦丁普世牧首管辖。为摆脱拜占庭的影响，杜尚建立了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新牧首，其驻地就位于科索沃的佩奇。在塞尔维亚的民族记忆中，科索沃是承载塞尔维亚民族荣耀的地方。科索沃这一名字就源于塞尔维亚语，意为黑鸟的土地。1355年，杜尚去世后，由于继任者的无能，帝国很快陷入分裂。科索沃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当时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注意。1389年6月15日，塞尔维亚拉查尔亲王的军队和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一世的军队在科索沃荒野展开了决战。塞尔维亚贵族米洛什·奥贝利克装扮成土耳其士兵，潜入苏丹的帐篷中，用毒药浸过的匕首将穆拉德刺死。但是这并没有能够挽救塞尔维亚。苏丹的儿子巴耶塞德立即平息了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科索沃战役之后，塞尔维亚被迫向土耳其纳贡，成为土耳其的附庸。奥斯曼帝国为便利其统治，奥斯曼帝国利用税赋作为筹码，迫使科索沃的居民改变宗教信仰。阿尔巴尼亚人为了不交赋税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穆斯林。而不肯改变宗教信仰而又难以承担税收重负的塞尔维亚人被迫离开科索沃，前往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历史资料表明，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约有4万塞尔维亚人移居到哈布斯堡帝国的匈牙利地区或亚得里亚海的克罗地亚地区。土耳其统治者将流亡者留下来的土地与房屋分给了改变了宗教信仰的阿尔巴尼亚人，并把居住在相邻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迁入科索沃。到18世纪，科索沃成为阿尔巴尼亚人占多数的地区。总的来看，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500多年中，阿尔巴尼亚人是受益者，而塞尔维亚人是受害者。征服巴尔干后，奥斯曼帝国以科索沃为基地，多次入侵中欧。1459年，贝尔格莱德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塞尔维亚王国正式灭亡。1683年，奥斯曼军队在维也纳城下战败，奥斯曼国势由此衰落。到18世纪末，曾让欧洲震颤的奥斯曼帝国沦为欧洲列强的猎物。为了控制黑海，俄国急需将巴尔干纳入势力范围。奥地利为了向巴尔干扩张，也鼓动巴尔干各民族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
1821年，希腊人打响了巴尔干民族独立的第一枪。在英法的支持下，奥斯曼帝国在1832年承认希腊独立。1877年，俄国发动第10次俄土战争，奥斯曼帝国难以招架，被迫承认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地的独立，但被塞尔维亚视为民族摇篮的科索沃仍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为了争夺科索沃等地区，塞尔维亚与奥斯曼帝国爆发了战争。日益没落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由于担心塞尔维亚的强大，而开始支持阿尔巴尼亚人。到20世纪初，尽管巴尔干半岛出现了许多新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但半岛的大片领土仍掌握在奥斯曼帝国手中。为了夺取土地，1913年，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希腊、黑山组成同盟，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奥斯曼军队无力抵抗，塞尔维亚占领了科索沃，计划向西占领阿尔巴尼亚地区，获得出海口，并实现大塞尔维亚计划。奥匈帝国不想让塞尔维亚做大，在奥匈帝国调停下，阿尔巴尼亚独立建国，塞尔维亚拥有出海口的计划因此破灭。阿尔巴尼亚族聚居的科索沃被塞尔维亚吞并后，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在外交讹诈塞尔维亚政府无果后，奥匈帝国出兵入侵塞尔维亚。这场持续4年的战争最终让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塞尔维亚趁机控制了奥匈帝国境内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斯拉夫人聚居区，成立了南斯拉夫王国。在民族主义思潮带动下，居住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因为伊斯兰教信仰而遭受压迫。从1938年起，由于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纳粹德国相继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意大利不甘落后，为了在巴尔干半岛建立桥头堡，意大利在1939年吞并了阿尔巴尼亚。为防止南斯拉夫王国倒向同盟国，1941年南斯拉夫被轴心国瓜分，科索沃被墨索里尼拼凑的大阿尔巴尼亚吞并，有近10万塞尔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由于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以致在法西斯入侵科索沃的时期，当地居民对于加入统一的大阿尔巴尼亚感到格外兴奋。1945年2月，第2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阿尔巴尼亚族起义者在科索沃成立了军政府。3月16日，军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原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返回科索沃，称他们是大塞尔维亚专制政权的拥护者。随后，4万名南斯拉夫军人同1万名阿尔巴尼亚族军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是塞尔维亚重新控制了科索沃，成千上万名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被流放到土耳其。1945年7月，科索沃人民议会决定加入塞尔维亚共和国。这样，战后科索沃又回到了当时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的版图。科索沃是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无法绕开的话题。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在1946年首次出访南斯拉夫时，就向铁托表示应将科索沃归还阿尔巴尼亚。铁托指责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充当意大利法西斯的帮凶。铁托还要求霍查提供军队，帮助南斯拉夫镇压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起义。意识到自身无力对抗南斯拉夫，霍查倒向苏联。苏联借科索沃问题打压南斯拉夫，这也成为日后两国交恶的原因之一。南斯拉夫还试图吞并阿尔巴尼亚，使其成为南斯拉夫的第7个加盟国。阿尔巴尼亚对此反应激烈。在整个冷战期间，两国关系始终不睦。1968年，南共联盟科索沃的地方领导人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应该属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族开始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虽然阿尔巴尼亚族在南斯拉夫是第5大民族，但阿尔巴尼亚族聚居的科索沃并没有像塞尔维亚与黑山一样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在1945年11月成立的南联邦中，以阿尔巴尼亚族为主的科索沃比匈牙利人为主体的福伊弗丁纳自治省地位还低。直到1963年，科索沃才升格为塞尔维亚共和国属下的一个自治省，即科索沃梅托西亚自治区。塞尔维亚以防范民族主义为由，禁止阿尔巴尼亚族自由悬挂象征民族身份的山鹰旗帜。阿尔巴尼亚族认为这严重损害了自身民族权益，要求脱离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境内成立专属于阿尔巴尼亚族的加盟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族体量较大，
且信仰伊斯兰教，在南斯拉夫这个斯拉夫人占主体的国家显得格格不入。阿尔巴尼亚族加盟共和国没能成立，甚至自治省名字中梅托西亚这个塞尔维亚语地名都没能取消。由于历史的原因，科索沃是南斯拉夫最贫穷的地区。为了支持当地发展，从1965年起，南斯拉夫对落后地区的扶持资金中40%流向科索沃。南斯拉夫的投入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与南斯拉夫最富裕的斯洛文尼亚地区相比，二者的人均 GDP 差距从1948年的3.3倍扩大到1991年的9.7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生育率极高，1953至1982年，当地阿尔巴尼亚族人口从53万增长到123万，占科索沃人口比重从65%上升到77.5%。人口的快速增长迅速稀释了有限的经济增长。另外，专项资金不顾及实际情况，盲目发展加工业，致使当地经济结构失调。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对经济停滞十分不满，发达地区则要求取消国家控制，而塞尔维亚则坚持联邦掌握投资基金，这使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进入80年代，科索沃问题开始演变成科索沃危机。1981年3月，普里什蒂纳的大学生抗议学校食堂伙食不好，但走到街头后，示威者高呼要科索沃共和国不要自治省，我们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圣地，是塞族文明的摇篮。出于历史的原因和民族的感情，塞尔维亚不能放弃科索沃。而从种族的角度来看，科索沃已越来越阿尔巴尼亚化了。1987年，米洛舍维奇访问科索沃时，呼吁当地塞尔维亚居民不要因为生活困难而离开这块土地。占人口少数的塞尔维亚人日益感到孤立和受排斥，阿尔巴尼亚族人则努力争取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民族矛盾因此不断加剧。1988年，6000多名居住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指责阿尔巴尼亚族对他们进行骚扰，并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废除宪法，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在东欧剧变的浪潮下爆发内战。为了争夺边境地带的民族混居地区，1992至1995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民族大打出手。至1992年，南斯拉夫6个加盟共和国中的4个相继独立，余下的塞尔维亚、黑山组建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仍属南联盟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独立浪潮影响到了科索沃，当地阿尔巴尼亚族在1992年5月自行建立科索沃共和国。当时前南斯拉夫境内战火连天，国际社会并未关注科索沃的变化。阿尔巴尼亚国内激进分子试图合并科索沃，奈何阿尔巴尼亚在东欧剧变中也发生政权更迭，让本不厚实的家底雪上加霜。1995年，南联盟与西方国家签署戴顿协议，这标志着南斯拉夫内战的结束。戴顿协议规定南联盟国境不再发生新的改变，这断绝了科索沃独立的可能性。1996年，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组建科索沃解放军，试图通过武力获取独立地位。从民族感情上说，科索沃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塞尔维亚王国的诞生地，谁放弃了它，谁就会在塞尔维亚人心目中成为千古罪人。米洛舍维奇正是利用了塞尔维亚人的这种民族感情，提出了大塞尔维亚的口号。波黑战争后，塞尔维亚开始组织塞尔维亚人移民至科索沃，此举引发了阿尔巴尼亚人的反感。20世纪90年代中叶，阿尔巴尼亚族游击队以塞尔维亚族军政人物及设施为目标进行游击战。1998年3月，南斯拉夫军队开始协助塞尔维亚警察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20万阿尔巴尼亚族人在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中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西方普遍认为，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当时图谋把科索沃的主要民族由阿尔巴尼亚族换成塞尔维亚族。1998年7月5日，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政治领导人鲁戈瓦会谈，表明美国政府坚持科索沃在不独立的前提下恢复自治。然而，南联盟在北约军事威胁面前并未罢手。当年8月，西方国家担心战争会引发难民潮，安理会再次要求科索沃冲突双方立即停火。
塞尔维亚却派遣大量军警进入科索沃，试图消灭科索沃解放军。就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其他地区战火渐息的同时，科索沃却变得硝烟弥漫。1999年1月15日，塞尔维亚武装警察与科索沃解放军在拉查克村发生激战，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拉查克事件发生后，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团长威廉·沃克尔声称，塞尔维亚武装警察部队在拉查克村屠杀了45名无辜的阿尔巴尼亚族平民。塞尔维亚则谴责沃克尔散布谎言，偏袒阿尔巴尼亚族分离主义者，最后将沃克尔驱逐出境。沃克尔被驱逐出境后，在北约的压力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谈，讨论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南联盟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对方案都难以接受，阿尔巴尼亚族坚持要走向独立，并且不愿解除武装。南联盟则不同意科索沃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同时反对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北约表示，该方案的80%内容不得更改，拒绝的一方将受到惩罚。最终，阿尔巴尼亚族代表签署了协议。南联盟不仅不接受协议，还加紧了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攻势。3月24日晚8时起，北约开始对南联盟发动长达70多天的大规模空袭。在空袭的巨大压力和俄罗斯、芬兰等国的斡旋下，1999年6月9日，塞尔维亚和北约的代表签署了协议。塞尔维亚与黑山在2006年5月和平分家之后，科索沃独立呼声再起。2007年3月，联合国科索沃问题特使阿赫蒂萨里向安理会递交了一份关于科索沃未来地位方案的报告，建议科索沃在国际社会监督下实现独立。随着2007年2次谈判的失败，科索沃局势再度紧张起来。2008年2月14日，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科索沃害怕联合国通过不利于己方的决议，科索沃索性在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截至2021年，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科索沃获得98个国家的承认，并与86个联合国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塞尔维亚政府展开外交公关，试图减少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数量。2023年1月，已有9个国家撤回了对科索沃独立的承认。科索沃问题是塞尔维亚的核心关切，但塞尔维亚无力改变科索沃现状。为加入欧盟，塞尔维亚试图缓解与科索沃的关系。在西方国家介入下，塞尔维亚与科索沃频繁接触。2011年，一项双边协议曾规定，两国汽车都应能够在对方领土上使用原本的牌照，但即使在协议签署以后，塞尔维亚仍始终要求科索沃车辆在进入塞尔维亚境内以后，需要取下或遮盖带有象征科索沃字样的科索沃车牌。科索沃北部3区仍生活着大约5万塞尔维亚族居民，有赖2011年的双边协议，科索沃北部这些居民的正常出行并未成为一个问题。然而，双方对于车牌等于主权的执念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2021年9月，这项协议正式到期，科索沃政府随后宣布将对塞尔维亚车辆执行对等的入境管理措施。科索沃北部塞尔维亚族聚居区居民随后封锁了2个边境过境点，塞尔维亚则出动了军机和装甲车屯兵边境。此后，欧盟积极介入双方谈判，并使双方同意各自遮盖驶入本国境内的对方车牌上的国家标志。只是与2011年的双边协议一样，这一次的协议同样是一种临时措施。10个月后，科索沃政府再次颁布车牌新规，北部塞尔维亚族地区骚乱随之再起。11月，北科索沃警方公开宣布拒绝执行科索沃普里什蒂纳政府的车牌更换规定。随后，包括当地警察、法官、市长和议员在内的数百人相继宣布辞职。塞尔维亚目前是欧盟已经进入排队行列的7个候选国家之一。欧盟多次表示，与科索沃关系的正常化是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主要前提。在双方均怀有明确的欧洲一体化目标的前提下，西方的斡旋努力对双方都是必须谨慎对待的重大外交事宜。过去以一体化、共同市场和地区经济引擎为主要吸引力的欧盟，如今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变相的和平保证。